忽听中天门传来鼓声，又有天将急忙来报，说是西方教有6位圣人弟子前来求见玉帝。不少龙族顿时竖起耳朵，性情暴躁者已经是起了怒火。还好此前李长寿刚跟四海龙王通过气儿，四海龙王各自传声，让西海龙宫之外的众龙族保持安静。玉帝眉头一皱，虽然早得李长寿禀告，知道西方教会有人前来捣乱，但是此时必须要表明态度，故意露出了几分厌烦。西方教，无畏妖何以来？莫让他们入天门。一旁王母忙道：陛下，咱们天庭尚未起事，西方一教双圣，咱们也不能扫了圣人老爷的面皮。今日本就是蟠桃宴，不如就让他们也来入宴吧。罢了。玉帝看了眼四海龙王，给了他们一个且安心的眼神，便下令放行。少顷，6位身着破烂道袍的老道驾云飞来，本是怒气冲冲，似是要找玉帝问责。这6位老道飞到瑶池蟠桃宴处，刚落下云头，一位老道已经是拿出了身为圣人弟子的傲然气势。某不起眼的赵公明清了清嗓子，含笑抚须。那6位老道齐齐变了面色，气势如同气球一般被赵公明的胡须直接扎破。各位道友，想吃桃了？那6位老道皱眉不语，立刻传声商量一二，暂缓发飙。在王母的安排之下，自赵公明一侧入座。对面众龙族投来满带怒火的目光，这6位老道浑然不觉。而西海龙宫来的10多条25龙，此时都已经得了传声，伺机搞事。今日蟠桃宴的正主如此就已经到齐了，蟠桃园中的蟠桃尚未成熟，歌舞再起。玉帝此时面色保持不悦，开始闭目养神。四海龙王各自沉默不语，静静等待着与李长寿约定的时机。赵公明对今日即将发生之事只知是大事，其他的具体一概不知。此时倒还对一旁的6位老道敬了杯酒。6位老道各自皱眉沉思，各种浮想联翩，担心他们又遭了算计。其实赵大爷在此地纯属是意外嘛。李长寿自半年前得了文静道人暗中传信，就已经做好了几个应对方案。在天庭之中，天道加持之下，玉帝也不是吃素的，不必赵大爷亲来。片刻之后，一名身着破烂道袍的西方老道站起身来。而在瑶池仙宴之外等候多时的卞庄，终于等来了海神的传声。仙宴之上，破烂老道开口：玉帝陛下，今日贫道前来是有一事。陛下！卞庄突然闯了进来，感情极为的充沛，嗓音十分洪亮：海神的！玉帝顿时站起身来，直接无视那老道，忙问：长庚怎么了？卞庄带着哭腔的喊了一句：海神他回来了！玉帝大喜，挥退起舞的嫦娥们，绕过宝座，快步朝着宴席之外走去。一旁的王母心底暗哼：哼，刚才还传声说我的戏有些僵硬，自己的戏也不过如此嘛，浮夸。天庭众仙神纷纷起身，快步跟随。龙族众龙也是站起身来，朝着仙岛之外观望。那名被无视的破衣老道西方教圣人弟子此刻也是搞不清楚状况，想发怒又不知道该如何发起。赵大爷更是不用多说了，此刻是满头的蘑菇。2道身影不知从何而来，已是到了仙岛之外。一人白发苍苍，身着有些老旧的道袍，自是李长寿的海神指导人。旁边的龙吉公主此时也是换了一身有些脏兮兮的道袍，道袍下摆还带着几分污渍，白净的脸蛋上略显疲惫，怀中端着那把金光闪闪的天地斩魔剑。长庚！玉帝大喊一声：太清，你受苦了！李长寿向前深深地做了一个道揖，朗声道：小臣能为陛下分忧，乐在其中，丝毫不苦。陛下还请容小神禀告。12载南州探寻，小神以大禹治水图为引，
持陛下赏赐斩魔剑，走访南州各处，查遍南州主要水路，斩妖孽，清污秽，终将南赡部洲主水路尽数查清。今日自蟠桃宴前赶来，为陛下奉上南州水文图1232份。言罢，李长寿自怀中取出2只宝囊，又将宝囊打开，2摞堆积如山的卷轴出现在侧旁。玉帝目光闪动，笑道：自今日起，南赡部洲水路由天庭统管。玉帝话音落下，深州涌出了万丈金光，自玉帝头顶现出天地至尊印玺，印玺射出2道金芒，照在2堆卷轴之上。忽听水声轰鸣，那2堆卷轴在金光之中直接消散，但一条条长短不同的河流，一片片形状不一的湖泽，却在金光中飘动，围绕在李长寿与龙脊深州缓缓盘旋。少顷，这些江河湖泽的缩影涌向天地印玺，被天地印玺尽数接纳。一束金光自凌霄宝殿处一闪而没，那是功德下凡。渡仙门之外3000里，一处荒无人烟的修旷灵脉中，忽而金光闪烁，照透了厚厚的岩壁。待金光收敛，躲藏在其中的身影悄然消失。有过上一次的经验，李长寿自然不可能在小琼峰乖乖站好，等着天道老爷砸功德过来。偶尔1次可以被空虚掌门遮掩过去，2次、3次，门内的仙人又不都是傻的。最起码大部分还是很聪明的，只不过想象力和联想能力略差。不过有一说一，这笔功德确实是很丰厚。不算之前的功德积累，单说这一笔刚得的功德，李长寿预想中的功德金身就能够完成足足一条小臂。此刻元神泡在纯净的功德之力中，欢快地游来游去。旁边的海神海神神拳宝器也被功德之力包裹，似乎变得更为纯粹了。满足、欣慰、感动，12年含辛茹苦画图表，哎呀，这次赚大了。但是李长寿也自知，这般捞功德的机会少之又少。首先呢，南赡部洲较为特殊，身为天地主角的人族，8、9成的气运都汇聚在南州俗世。其次，查清水路纳入天庭统管，也算是微微的补全了天庭神权，变相补全了天道细节。综合这2项，才有了李长寿所得的这一笔丰厚功德。想要再搞类似的功德，按照同样的思路，还可以清查一遍南赡部洲的山岳。只不过水文利民，对于凡人来说无比的重要，民依水而生，山就差了点意思，能捞到的功德应该很少。不过蚊子腿再细那也是肉啊。李长寿决定了，等龙族之事了了，就派个指导人慢慢搞。今日还有第2笔大功德。李长寿围着渡仙门绕了半圈，在一处河流中潜伏下来，静静等候。先是一刻不停地探查方圆万里之内的各处区域。山门中，灵娥此时还在睡回笼觉般的入定。李长寿更换了他手边的纸条，让他醒了之后自己吃桃子，继续巩固境界。晚上再进行一场亲切的师兄妹交流。在李长寿本体挪窝的时候，指导人也是没闲着。为保今日不出意外，除在天庭中搞事的海神指导人之外，他暂停了其他所有类型指导人的活动，全力以赴应对蟠桃之宴。且说片刻前，蟠桃宴上，李长寿谢过功劳，交还天地斩魔剑。凌霄宝殿金光一闪，大笔功德朝着李长寿本体而去时，一道金光也照向在李长寿身旁的龙脊，让龙脊浑身镀上了一层金粉。玉帝含笑看了眼自家闺女，龙脊立刻低头，不敢与父亲对视。李长寿笑道：这一路龙脊殿下出谋出力，既有些小神清查水路之功，又有持斩魔剑斩妖除魔之功，陛下当加赏之。玉帝顿时开怀大笑，
看着龙吉那有些不安的小脸，温声道：去换身衣物，找你母亲入座。今日天庭来了贵客，切莫失了礼数。龙吉那有些单薄的身子轻颤了一下，抬头看脸玉帝，又赶紧低头柔声道：女儿领命。李长寿见状，心底也是一笑。12年前他就发现了一些端倪，玉帝虽然宠爱龙吉，却并未对外宣布过龙吉的存在。天庭之天地女者少之又少，在龙吉的心底这也是一个小小的疙瘩。不过李长寿顺水推舟帮了龙吉一把，对他而言是小事，也能让玉帝感觉脸上有光，顺带着为算计封神做铺垫，又是一石好几鸟之事。海神，龙吉小声喊了一句，嗓音有些激动。我稍后再过来。李长寿看了他一眼，笑着拱拱手，随后便转身向前。玉帝抬手拉住李长寿的胳膊，拽着他进了仙宴之地，送到那空着的座椅前。长庚爱卿辛苦，快快入座。今日蟠桃宴也当为爱卿庆功。啊，多谢陛下。玉帝转身回宝座，李长寿对着赵公明做了一个道揖，笑道：拜见公明前辈。公明前辈竟来得比我还早了一步。赵公明含笑抚须，已知天庭上上下下正做戏给西方和龙族看。海神老弟莫要拘礼了，咱们平辈论交，你与我二妹更是相交匪浅，客气什么？随后李长寿又扭头看了眼旁边站着的那名老道，以及坐在侧旁的其他5名老道，不由眉头微皱，目露不解，轻疑了一声。哎，为何还有陌生面孔也在此地？木公大人，陛下这次邀请了哪些高人？木公道：这次蟠桃宴，陛下是为款待各位龙族英杰与公明前辈，并未邀除此之外的宾客。哦，李长寿皱眉看向那6名老道，尚未入座，已经是开始发难。换而言之，这6位是不请自来。那老道冷哼一声，淡然道：哼，海神莫非不欢迎我西方教？哦，西方，那自然不欢迎。那6名老道不由皱眉，对于李长寿直接撕破脸皮之举有些猝不及防。按他们洪荒老算计的惯例，不都先是笑脸相迎，而后笑里藏刀，擅长话中有话，最后博弈一番，实在不行才到撕破脸开干吗？海神这是何意？李长寿站直身形，目光注视着这老道的面容，淡然道：上次我追随陛下自西海遨游，视察西海海情，却遭你西方养的6翅金蝉偷袭，欲害我性命。今日你们竟还大摇大摆来天庭吃宴，哼！天地间的好事当真都让你们西方占了。又一位破衣老道站出来，目中神光绽放，逼视着李长寿，冷然道：道友莫要血口喷人，那6翅金蝉与我西方何关？哼，又是这般伎俩，这般谎言张口就来，面皮自尊，阴险算计，两者兼要，你们西方还真是搞了一套又一套啊！那位老道立刻就要迈过矮桌，对着李长寿直接发难，而李长寿身后，赵大爷淡定地向前迈出半步，悠然道：这瑶池的地怎么有点滑呀？啊！那6名老道齐齐瞪眼，却是老老实实地站在那儿，各自收敛气息。今日之局只能文斗，动手怕是不能。那名最先站起来的老道淡然道：6翅金蝉乃鸿蒙凶兽，与我西方何关？据洪荒传闻，6翅金蝉善乾坤术法，若食其肉，可令未长生者长生。这般异兽，若是我等捉之，如何会令他活下来？言罢，这老道还对李长寿露出少许的讥笑，这显然是在嘲讽他刚才用的说辞，其实就是李长寿让龙族散出去的谣言。借耳之盾，挡耳之矛。
然而李长寿的双目绽放金光。此话你可敢再说一遍？这老道回道：六翅金蝉乃鸿蒙凶兽，与我西方何关？好一个与你们西方无关！李长寿后退2步，躲在赵公明的身后，旋即大喝：陛下，还请下令拿下这6个冒牌货！宝座上，玉帝闻言紧紧皱眉。蟠桃宴各处，天庭武将、龙族众龙此刻齐齐站起身来。离着这6名西方老道较近的几名天庭文臣撒丫子就跑到了远处。东穆公见状，立刻张开手臂冲了出去，悍不畏死，大义凛然，挡在玉帝王母身前，大喝一声：来人护驾！东穆公算是天庭2号实权人物，也兼了天庭兵马大元帅的职能。此时的一声大喝，瑶池附近数万天兵齐齐而动，上百名天将顿时蜂拥而来。赵公明的胡子一耸一耸的，已是忍笑忍得十分辛苦。远在兜帅宫后院的人叫某无名高手，看着面前的云镜，已经是笑得喘不上气儿来了。那6名西方教圣人弟子满头黑线，一人骂道：常听闻海神有睿智之名，为玉帝器重，不曾想只是胡搅蛮缠之辈，血口喷人之徒。玉帝此刻开口：长庚爱卿，你如何断定他们并非西方圣人弟子？李长寿心底暗赞：好助攻。这段戏并未记录在李长寿此前的奏表中。李长寿此前以奏表的形式小小的建议了几次今日蟠桃宴的总体流程。他与玉帝虽然都知晓这几名西方老道会过来，却也不知他们具体会从哪里开始发难，故只是制定好了大概的应对策略，也商讨不了太多细节。